51年年底就是分到华东海军后勤部。你爷爷呢是商行办公室的负责人，就这么样认识，因为每天要送材料。那几个月以后，夏天开始，礼拜六、礼拜天都去游泳。他说：“小花，你会游泳吗？”说不会。明天跟我们一起去学。会骑车吧？会骑自行车。我给你借部车子来。就这么样，第二天，礼拜天，他就借来个自行车给我。他自己骑一部。就这样，我们就到哪里去学游泳呢？就到海师的游泳池去学。就现在的上海基地，就在那个泳池学。第一天闷水抬头，这么样学，说不错。第一次学了，第二个礼拜天又去，怎么样？一句很重要。他说：“你去当兵了，当兵就是走上社会，走上社会要靠你自己。然后呢，家里边不会给你1分钱，家里也不需要你1分钱。你要不要寄钱给家里边，对吧？你想要钱找家里边要，也不会给你。就是意思就是自立。老爷子跟我说的这话，就是我至少明白一点，后路断了。但是后来。”我在回想老爷子这句话，是对我寄予厚望，就是说你能够自己能够闯出一片天地，对吧？你如果靠家里边，你肯定没出息，对吧？你不靠家里边，自己做，自己努力，自己奋斗才是最好的。所以后来老爷子我跟他讲，我说，老爸，你当时找我谈话，其他东西记得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，而且我非常感谢。你跟我说了这句话。对子女要求严格的爷爷奶奶，对孙辈只能说是溺爱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年冬天，我去我们隔壁的通讯兵大院玩到天昏地暗，完全忘记了时间。天已经全黑了，才想起回家。出了大院，我发现爷爷站在大门外等我。那会儿没有手机，他应该是担心我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回家。北京的冬天啊，那西北风刮得嗖嗖的。我看爷爷鼻子都红了，直流清鼻涕，应该已经在那儿站了很久了。当时我特心虚，心想肯定要挨骂了，但他一句都没骂我，一脸笑容的就拉着我回家了。回到家，总是有一大桌子热气腾腾的新鲜饭菜等着我。印象中小时候家里很热闹，舅舅、大姨和表弟也经常在北京，当时不当回事儿，现在才知道奶奶日复一日，每天要给大家做饭有多不容易。爷爷奶奶的退休生活非常精彩，唱歌跳舞、写字画画、读书打门球，导致我从小就有个向往退休的老灵魂。爷爷去世以后，奶奶过了很久才重新振作起来。3年前，她也离开了我们。幸运的是，我记录下了一些他在教我们做他的拿手好菜的片段。要做2个叶子中间，现在呢，把糯米挖进来，2勺，在烧的时候不会把水漏到粽子里。炸的时候要用点力，最小的火烧2个小时。有幸在你们的爱中长大，我只想以微小的力量，将你们的生命延续在我的记忆中。